我做好事被公司罚了12.8万，可我不仅1毛都没有上交，反而让公司给我赔偿了5000万。例会上，新来的实习生突然把投影仪切到了我的考勤表，老板和全公司的目光瞬间集中在我身上。实习生得意地扬起下巴，把一叠照片摔在会议桌上。老板，我举报他每天开公司的公车接送孩子，公车私用，建议立刻开除。老板的脸色瞬间黑成锅底，我怜悯地看着这个急着上位的实习生。他所谓的公车，是我那辆价值600万的豪车。为了方便谈业务，我免费借给公司撑场面用了整整2年。他点开下一张 PPT， 上面是一张 Excel 表格。我稍微算了一下，林总监每天往返大约40公里，油耗加折损，1个月就是好几千块的隐形成本。梁总，公司现在推行降本增效，我觉得应该从高层抓起。这种把公司资产当私产的行为，如果不严惩，怎么服众？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梁雪。梁雪，我的大学同学，也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当年创业初期，他发不出工资，我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帮他垫付。后来公司需要撑场面谈大客户，我二话不说，把家里那辆刚提不到1个月的库里南开了过来。我说先拿去用，谈业务要紧，这一用就是2年。油费我自掏腰包，保险我交，保养我做，甚至有时候司机忙不过来，我自己开车去机场接客户。公司上下谁不知道这车是我的？但此刻梁雪的脸上却没有任何维护我的意思，她的眉头紧锁，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着，那是她权衡利弊时的习惯动作。林峰，陈浩反映的情况属实吗？我看着他，心跳仿佛漏了一拍。属实，2年前他求我把车借给公司撑陈面的时候，说的是林峰，委屈你了，等公司赚了钱，我给你买辆新的。现在他问我属实吗？原来善良在利益面前真的连个屁都不是。我反问道，语气平静的连我自己都惊讶。梁总觉得呢？梁雪避开了我的视线。照片都在这儿摆着，林峰，虽然你是公司的老员工，也是我的老同学，但制度就是制度，公私分明，这是原则。这样吧，你把车钥匙交出来，以后这辆车由行政部统一管理。另外，陈浩核算的这些油费和损耗，从你下个月工资里扣。梁总英明。还有，我觉得林总监应该在全员大会上做个检讨，毕竟影响太恶劣。检讨就不必了，发个全员通报批评吧。全员通报，扣工资，没收车钥匙。我看着梁雪那张熟悉的脸，突然觉得无比陌生。那是我的车，但我没有反驳，也没有歇斯底里的拿出行驶证摔在他脸上，因为我看到了陈浩眼中的野心，也看到了梁雪眼中的算计。不过没关系，一个以牙还牙的计划已经在我脑海中出现。好，车钥匙在这儿，通报批评我也接受。梁总，希望这辆车能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好运。林总监，早这样不就好了吗？非得让人举报才肯交出来。我看着他，眼神怜悯。他不知道这把钥匙意味着什么，他以为他抢到的是权力，其实他抢到的是一颗雷，一颗足以把这间公司炸得粉身碎骨的雷。通报批评的邮件在半小时后发到了全公司每一个人的邮箱里。写得真好。真没想到，林总监平时看着清高，背地里还占小便宜。我端起咖啡抿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却压不住心底翻涌的寒意。门被推开了，没有敲门声。林总监，财务那边算出来了，过去2年你需要补交油费、折教费、过路费，共计12.8万元。梁总签过字了，让你3天内补齐，如果不补，就从你的年终奖和股权分红里扣12.8万。陈浩，你数学不错，你知道这辆车的保险1年多少钱吗？公司交的呗。不是我交的，1年5万，保养呢也是我做的，一次1万多。那也是你应该的，你开了那么久。你知道这辆车2年前是谁开来公司的吗？谁知道，反正现在是公司的。林总监，别扯这些没用的，赶紧把钱交了。车钥匙我已经拿走了，以后你想用车得填申请单，经过我审批才行。行，这钱我认。林总监，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了，梁总让我通知你，下周1有个重要客户要来，把车里的私人物品清理一下，别让客户看见什么儿童座椅、玩具之类的，丢公司的脸。经过他审批，一个入职不到3个月的实习生审批运营总监的用车申请，这画面想想都觉得魔幻。喂，王律师吗？我是林峰。对，我想咨询一下关于私人财产被公司非法侵占以及追溯定付费用的法律问题。挂了电话，我打开抽屉，从最底层拿出一个文件袋，证据我有，每一笔转账记录，每一张发票我都留着，登记证上的名字赫然写着2个字：林峰。2年前，我为了帮梁雪撑场面，把这辆车借给了公司。林峰，要不我跟你签个租赁合同吧，每个月给你2万租金。算了，咱们谁跟谁，公司刚起步，
省点是点。于是连个字据都没立。我以为这是情分，现在看来，这是我递给他们的一把刀。既然他们要公事公办，要算账，那咱们就好好算算。我站起身，走出办公室，来到了地下停车场。把这个坐垫扔了，太土了。还有这个挂件，什么玩意儿，扔了。哼，后备箱里的箱子也搬出来，谁知道里面装的什么私货？那是我的定制真皮坐垫，价值8000。那个挂件是我女儿亲手做的平安符。陈哥，车就停这儿了，我们先上去了。那我们先走了，陈哥。陈浩甚至还坐进了驾驶室，握着方向盘自拍了一张，发了朋友圈。配文：新座驾，努力工作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加油！我看着那条朋友圈，点了个赞。加油，陈浩，希望你开得稳一点，毕竟这辆车脾气不太好，只认主人。第二天一早，人事经理找我谈话。林总监，鉴于你这次违纪行为影响较大，公司决定暂停你的部分职权。交接给谁？陈浩，一个实习生。梁总说，陈浩虽然年轻，但是原则性强，敢于指出问题。公司打算破格提拔他做运营主管，先替你分担一部分工作。好，破格提拔，踩着我的身体换来一个主管的位置，这笔买卖陈浩做的划算。林哥，梁总让我跟你对接一下客户资料，特别是赵总那边的，下周一他要来，我得提前熟悉一下。赵总，赵婉君，这是公司目前最大的客户，也是我2年前靠着这辆豪车硬生生从竞争对手手里抢过来的。有些细节文件里没有吧？比如赵总喜欢喝什么茶，吃饭有什么忌口，平时有什么爱好。赵总喜欢喝大红袍，不吃海鲜，喜欢打高尔夫。我说了一半真话，赵总确实喜欢大红袍，确实不吃海鲜，但他最讨厌的就是不懂装懂、急于表现的年轻人。记住了，谢谢林哥。对了，车钥匙我已经给司机老王了。梁总说以后这车只有接待赵总中这个级别的客户才能用，平时都要封存。挺好。封存？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封到什么时候。下午，我去了一趟 4S 店。林先生，您来了，车子最近没什么问题吧？没问题，我要做一个全车检测。另外，帮我把定位系统升级一下。好的，您把车开来了吗？啊，没有，过几天有人会把车送过来。记住，车一进店，立刻把所有门锁死，没有我的指令，谁也别想开走。明白，这车是您的名字，我们只听您的。好戏才刚刚开始。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公司，路过公司楼下的时候，我看见那辆库里南正缓缓驶出停车场。哟，林哥，打车呢？不好意思啊，梁总要去谈业务，车我们征用了。这大热天的，你也别太辛苦，早点回家带孩子吧。林峰，打个车报销吧。用我的车加我的油去谈你们的业务，还要嘲讽我打车，这一家子吸血鬼真是吸得理直气壮。你好，我要挂失一张加油卡。对，立刻冻结。现在锁车太便宜他们了，要锁就要锁在一个让他们终生难忘的时候。师傅，去最好的写字楼中介。既然要算账，那就连房子一起算。公司现在的办公楼是我名下的房产，当年梁雪创业租不起像样的写字楼，我把我爸留给我的这层楼以低于市场价1半的租金租给了公司，合同1年一息君子协议，下个月正好到期。陈浩不是说要降本增效吗？那就从房租开始降。周五晚上，我正在家里陪女儿搭积木，手机突然响了，是梁雪。林峰，你在哪？在家。加油卡怎么用不了了？老王去加油，显示卡被冻结了。哦，那张卡是我个人名字办的，我不小心弄丢了，就挂失了。你是不是故意的？梁总，首先那是我的卡，我想挂失就挂失。其次，公司用车为什么要用我的个人卡加油？财务不是每个月都给司机发加油费吗？行，林峰，你行，这油钱公司出，你以后别想再用公司的任何资源。好的，梁总，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周日晚上，我把那叠整理好的票据复印了一份，又把写字楼的租赁合同找了出来。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租期至2026年3月7日止，也就是明天。如果不续签，他们就属于非法占用。我想了想，给中介发了条微信，明天上午10点带新租户来看房。好的，林哥，那个位置很抢手，有家金融公司想出双倍价格租，没问题，只要不是现在的租户，谁都行。明天将会是精彩的一天，赵总要来考察，中介要来看房，陈浩要大显身手，而我要收网了。我拿出一张 A4 纸，开始在上面罗列数字。库里南车价320万，购置税28万，2年保险10万，2年保养维修8万，2年油费6万，写字楼租金差价120万，当初垫付的员工工资50万
总计542万。我看着那个数字，突然觉得很可笑。我花了500多万，养出了一群白眼狼，不仅不感恩，还反咬一口，说我占了公司便宜。12.8万的罚款，哼！明天我要让他们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赵总还有多久到？刚下飞机，大概40分钟。周一上午9点，我坐在工位上，慢慢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我已经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过气总监，而陈浩才是未来的新星。赵总到了，好，我现在就让老王把车开过去接您到公司门口。老王，快把车开到园区门口。怎么回事？快点啊！赵总看着呢，打不着火，明明刚才还是好的，怎么可能？你是不是没踩刹车？踩了？怎么回事？关键时刻掉链子。梁总，车锁死了，显示防盗系统激活，发动机锁死。备用钥匙呢？在行政部保险柜里。快去拿！这辆车的防盗系统是顶级的，一旦远程锁定，除非有车主的最高权限密码，否则谁也别想开走。林峰，林峰，是不是你搞的鬼？车为什么动不了？梁总，车坏了就修啊，找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修车的。你别装蒜，这车只有你能控制，赶紧解锁。赵总就在门口。解锁？梁总，您是不是忘了？上周五这辆车已经被陈主管收归公有了。林峰，钥匙在他手里，管理权在他手里。现在车坏了，那是你们管理不善，关我什么事？接待客户这种大事，还是得靠陈主管这种原则性强的人才行。你到底解不解锁？林峰，我命令你立刻解锁。命令？梁雪，你凭什么命令我？凭我是老板。哦，老板，那我也通知你一下，这辆车是我的私有财产，我有权决定它什么时候动，什么时候不动。现在我心情不好，它就不想动。梁总，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赵总，实在不好意思，车子突然出了点故障，我们马上处理，马上处理。林先生，您这是要离职？是啊，赵总，这家公司庙太小，容不下我这尊大佛。这不，车都被扣了，人也被赶了。哼。梁总，我记得2年前我是看在林先生的面子上才跟贵公司合作的。是，赵总，这都是误会。林先生的车被你们扣了，人被你们赶了，这也是误会。这辆车我坐过，当时林先生跟我说，这是他为了表示诚意，专门拿出来接待客户的。怎么到了你们嘴里就成了公车私用了？赵总，您听我解释，是林总监他违反规定在先。闭嘴！林峰，你跟赵总说说，这都是内部的一点小摩擦，咱们自己解决，别让外人看笑话。梁总，现在嫌丢人了，发通报批评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丢人？让陈浩把我的东西扔在地上踩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丢人？赵总，实在抱歉，让您看笑话了。不过从今天起，我和这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了。这辆车我也要收回，解锁。刚才像死子一样的豪车瞬间恢复了生机。老王，下来。老王早就吓傻了，听到我的话，连滚带爬的从车里钻出来。赵总，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用这辆车送您去下一个行程。至于这家公司，我觉得他们可能更适合骑共享单车。好，林先生爽快，正好我那边有个新项目，正缺个懂行的合伙人，咱们车上聊。赵总您别走，我们还没谈呢。梁雪试图去拉赵婉君的袖子，赵婉君的保镖上前一步挡住了梁雪。梁总，做生意先做人，人品不行，生意做不大。赵婉君丢下这句话，转身走向我的库里南。我拉开车门，做了个请的手势，然后我坐进驾驶室，发动了车子。V12发动机发出低沉有力的轰鸣声，像是被压抑许久的野兽终于苏醒。我透过后视镜看到梁雪瘫坐在地上，车子驶出园区，把那一切都甩在了身后。林先生，这一手漂亮。让赵总见笑了。不过你就这么走了，太便宜他们了吧？便宜？怎么可能？10点整，
中介应该带着新租户到了。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中介发来的微信。林哥，我们到了。梁总好像不在状态，前台也不让我们进。我回了一条，直接报警告他们非法侵占，合同拿好，房产证复印件拿好。收到。放下手机，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梁雪，陈浩，好戏才刚刚开始。送完赵总，我直接去了律师事务所。林先生，根据您提供的证据，我们起诉公司归还车辆占用费、代付资金以及名誉损失费，胜诉几率很大。另外，关于写字楼的租赁合同，由于他们拒绝搬离且未续添，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并要求支付逾期占用的双倍租金。王律师，再加上一条。什么？诽谤。陈浩捏造事实，恶意中伤，导致我在行业内名誉受损。我要起诉他个人，要求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这个取证可能稍微麻烦点儿，毕竟是在公司内部邮件。我有录音。赶紧把钱交了，车钥匙我已经拿走了，以后你想用车得填申请单，经过我审批才行。你要是敢不听话，我就把你的车给卖了。哈哈哈哈哈！林先生，您真是未雨绸缪。有了这个，陈浩这次跑不掉了。从律所出来，已经是下午了。中介带着警察和新租户上门了。房产证、租赁合同都在这儿，合同上月就到期了。合同已经过期，没有续约，限你们3天内搬离。几个纹着花臂的大哥往门口一站，吓得前台小伙子直哆嗦。新租户是家搞 P2P 催收的，那帮人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梁雪躲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陈浩被推出来顶雷，结果被催收大哥几句话怼得哑口无言，只能在那儿哭。小子，你们老板呢？躲起来了，让你出来顶雷？我不知道。更有趣的是，赵总那边动作很快。下午2点，赵氏集团法务部正式发函，宣布解除与梁雪公司的所有合作，并保留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梁雪的公司基本上算是废了。就在这时，梁雪的电话打来了。喂，林峰，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吗？梁总这话说的，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赵总解约是因为他觉得你人品不行，带人收房是因为你们赖着不走。梁雪，做人要讲道理。林峰，咱们好歹同学一场，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公司倒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也付出了那么多心血啊！心血？我的心血被你们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供养，被陈浩当成了上位的踏脚石，被你当成了可以随意丢弃的垃圾。梁雪，当你默许陈浩羞辱我的时候，当你为了省那点钱想把我的车占为己有的时候，我们的同学情分就已经尽了。我错了，我真的给你错了，车还给你，房租我双倍给，求你跟赵总说说情。晚了，法院的传票应该明天就会寄到。梁总，留着力气跟法官解释吧。世界清静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晚，微博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热搜词条：富豪男高管霸凌实习生。点进去一看，是一篇长文，配图正是陈浩在车里哭泣的照片。文章里，陈浩把自己塑造成敢于指出问题、维护规则的职场年轻人。文章声泪俱下，极具煽动性，甚至有人扒出了我的照片。虽然打了码，但熟人一眼就能认出来。我的手机开始收到各种骚扰短信和辱骂电话，看来陈浩是想跟我鱼死网破。他以为利用舆论就能翻盘，幼稚。他不知道，舆论是一把双刃剑。想玩大的，那我就陪你玩把大的。各位媒体朋友，我只是做了一个员工该做的事。公司有规定，公车不能私用。我没想到，维护规则的代价竟然这么大。林先生，他不仅霸占公司资产，还利用私人关系打压公司，导致我们现在无法正常运营。请问林先生，公车私用的具体金额是多少？12万8千，这还只是2年的油费和折损。那林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觉得公司离不开他，觉得他有特权。直播间里弹幕全是骂我的，这种人太嚣张了，严查，必须道歉。我拿起手机给王律师发了个消息，差不多了，发吧。5分钟后，一个名为林峰的新注册账号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没有配乐，没有特效，只有干货。第一部分，证据链，购车发票、车辆登记证、保险单、保养记录。第二部分，资金流向，银行流水、加油卡证明。直播间里的弹幕停滞了几秒。
我操，反转了！我操，对呀，这就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啊！那个实习生太伤心机了，听听那录音里的极品，软饭硬吃啊！现场的记者们也都看到了手机上的推送，原本同情的眼神瞬间变成了鄙夷和兴奋。梁总，请问林先生发布的证据属实吗？豪车真的是他个人的吗？陈先生，录音里那个威胁上司的人是你吗？你们是不是在利用公众同情心？不是这样的，那是剪辑的，那是假的。这都是误会，我们回去核实一下。他拉着陈浩想跑，镜头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幕。梁雪狼狈不堪，陈浩面如死灰。这一仗我赢了，赢得彻彻底底。几天后，梁雪的公司宣布破产清算。其实本来不至于破产，但他得罪了赵总，又在全网丢了人，没有任何客户敢跟他合作，再加上面临我的巨额索赔，资金链彻底断裂。陈浩被开除了，听说他走的时候很狼狈，被同事们指指点点，甚至有人往他身上扔纸团。他想找梁雪要赔偿，结果被梁雪狠狠扇了一巴掌。都是你，要不是你自作聪明，公司怎么会倒？这一巴掌打碎了他的职场梦，也打碎了他的上位梦。1个月后，我在新公司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梁雪。林总，有位客人找您。林峰，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撤诉吧。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房子车子都被查封了，背了一身债，你再告下去，我就只能去坐牢了。梁雪，当初你要罚我12.8万的时候，想过这一天吗？我鬼迷心窍，我嫉妒你，嫉妒你有钱，嫉妒你有能力，嫉妒全公司都听你的。我想证明我是老板，我想压你一头。所以你就纵容陈浩？是，我觉得他像年轻时候的我，有野心。野心？哼，野心如果没有能力和底线支撑，那就是贪婪。林峰，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放过我吧，哪怕让我给你打工还债也行。我看着跪在地上的梁雪，心里没有一丝快感，只有悲凉。这就是我曾经全心全意帮助过的老同学，这就是我曾经信任过的合作伙伴，在利益面前，人性竟然如此脆弱。梁雪，我不缺打工的。我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看着脚下的车水马龙。官司我会继续打，5000万赔偿1分不能少，这是原则。至于你以后怎么样，那是你自己的事。送客。处理完梁雪，还有一个陈浩，他给我发了无数条短信，写了无数封道歉信，我一条都没回。直到开庭那天，我在法院门口见到了他。林哥，我停下脚步，摘下墨镜看着他。陈浩，你觉得委屈吗？他拼命点头。我觉得我不委屈。我花了600万买车，50万发工资，100万贴房租，最后换来的是你的举报和羞辱。你只是失去了一份工作，背上了一个案底。而我差点失去我的尊严。年轻人想上位没错，但不能踩着别人的善意上位。这个教训12.8万买不到，希望你以后能记住。说完，我径直走进了法院大门，身后传来陈浩绝望的哭声。半年后，我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有了新的投资人，业务顺利。那辆库里南依然是我的座驾，配有专职司机。偶尔我会想起从前，为了公司省吃俭用，拼命打拼的日子，那是我的青春，也是我曾经的天真。那天，我去一家商场巡店。在负1楼的奶茶店门口，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陈浩。欢迎光临，您的波霸奶茶好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没有了当初在会议室里的清脆和嚣张。我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他。有个顾客嫌他动作慢，骂了他几句。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他低着头不停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马上就好。那个顾客不依不饶，把奶茶泼在了柜台上。陈浩没有反抗，只是默默地拿抹布擦干净，眼圈红红的。这一幕似曾相识。只不过当初那个不可一世的职场整顿者终于被生活整顿了。我没有走过去，也没有买奶茶，随后转身离开了。我走出商场，阳光有些刺眼。老王打开车门。林总，去哪儿？回家。我想这个故事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我没想到还有最后一段尾声。那天晚上，我带女儿去公园散步。路过一个天桥底下，看见梁雪正在翻垃圾桶。虽然她衣衫破旧，头发凌乱，但我还是认出了那个背影。梁雪，她似乎感觉到了视线，转过头来，四目相对。她看到我后，眼神从呆滞变得震惊，紧接着是巨大的羞愧与不安。她抓起捡来的半个面包，转身就跑，跑得跌跌撞撞，连鞋都跑掉了一只。
我没有追。爸爸，那个阿姨怎么了？梁雪破产后，老公带着孩子跟她离了婚，卷走了仅剩的一点钱。她背负着巨额债务，成了失信人员，连高铁都坐不了。听说她一度想过自杀，但没死成。现在，她成了这座城市里最不起眼的阴影。我看着她消失的方向，心里最后一点波澜也平息了。并不是所有的恶人都会有天收，更多的时候是人自己作死。善良是一种选择，但不是一种义务，特别是对那些不懂感恩的人。如果当初我没有那辆库里南，如果我没有那层写字楼，如果我没有赵总这样的人脉，或许今天在天桥底下翻垃圾桶的人就是我。我牵着女儿的手慢慢往回走，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那辆黑色的豪车静静地停在路边，像一位忠诚的卫士。这一次我知道，方向盘永远要握在自己手里。